你觉得红了能带给你什么？在我看来啊，一个流量也好，关注也好，它是有时效性的。就红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是没有什么的。我爱不动了，我说我这个月爱了3个男人了，我爱不动了。你是免费的援助，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会真的去帮我？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郭雨欣目前短剧圈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她主演的短剧连续21天登上了热榜第1，仅用18天便完成了全网播放量破30亿。我们对她进行专访的时候，她主演的法制题材微短剧《荆棘花开》正在拍摄当中。3、2、1，开始。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我的性格的话，其实还是很东北人的一个性格，因为从小就教育你要大大方方的，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之后好好做事情，就是不会，特别细腻，可能会偏大条一点。是吗？你觉得红了是个什么感受啊？其实更多的是感觉工作更多了，其实没有，生活中是没有什么感受的，可能会被人认出来。之后更多的其实是觉得，哎，工作的选择上，可能我们要规划自己的工作。对于一个演员突然间被大家关注到，确实是开心的，但也会更谨慎的，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好的作品。一个99年的女孩，这么年轻啊，不断的上热搜，不断的被人提起，在这样一个年纪就有了这样的成绩。其实你最近是这个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没有，我就觉得我得好好干。就是因为你会收到大家的支持，就是这种也是无私的嘛，跟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大家会很支持你，希望你好，希望你能有更多的粉丝，更多好的作品。那一刻我就觉得凭啥呀，我能得到这么多的这个爱和支持。我觉得自己确实要拍更多好的作品，让自己沉下心来，就不能急不能躁。什么是好的项目？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作品？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好的角色，不管它是以任何的短剧也好，长剧也好，电影也好，它就是在讲人的情感啊，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啊，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有些反思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就是跟题材无关，只要好故事、好角色就好。好多演员都会表达，如果说一直在接戏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在消耗的。当然，因为人的情感确实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说我爱不动了，爱不动了。我说我这个月爱了3个男人了，我爱不动了。会有疲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一直在拍，像你刚刚说，其实就因为他在拍同一个题材嘛，对，那难免就会有这样的疲倦感。我那天看到一个热搜，说你是这个短剧的颜值担当之一，好多你的颜粉儿，是喜欢你的爱情戏的。你会担心你接下来要拍的正剧也好，或者说怎样也好，会去流失掉这一些粉丝吗？我觉得我的粉丝也好，喜欢的人也好，你夸自己肯定开心嘛。但是我确实希望能通过我的力量，它这正面的普法的这个影响，能够带给大家。我是在爱情戏啊或者正剧的选择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希望我的作品如果是爱情戏，那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一些真情，那真的爱情。之后如果是正剧的，我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真的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或看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勇敢的去找到援助。我们要聊聊我们最近要拍的短剧《荆棘花开》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拿到剧本的？其实很早之前了，就是在这个剧本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就已经聊过这个本子，想讲这个内容。因为确实在前段时间关于女性的这个家暴事件也好啊，这种讨论度很高的这个问题，包括网上会刷到一些，每次刷到我就特别生气。你是觉得就刷到这个女性被家暴，或者是在这个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欺负，然后你会共情，会觉得很生气，特别生气，就是看到我说为什么不反抗？但是其实后面我是能理解的，因为在这个他的观念和认知中没有这个选项，或者是说他有更需要去保护的人和保护的东西，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就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因为爱，或者因为一些自己观念上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最初的这个拍摄这个作品形成之前，就是这是一个出发点，希望我们这个作品能够通过一个这种现实性的关于法律的一个普及，能够有一点点的作用，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满足。你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哪一些情节或者说哪几句话可以小小的剧透一点给我们？
你觉得是能够打动到你的，或者说，哎，觉得这一个情节可能大家看完之后也会打动到观众的？其实我看完这个本子，就是有一个话吧，就是你是免费的原著，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会真的去帮我？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部戏拍摄之前也去进行了实地的采风，去到了法律援助的司法的地方，我们去学习，去了解工作人员怎么工作的。但那天特别巧，我们去那个采风的那个地方，刚好来了一个大哥来找这个援助，了解这个法律，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钱找回来。有经济纠纷对，有经济纠纷。就我看到那个人员真的是从序号到哪个省哪个市哪个部门，只有一点点的告诉他每一条，拿铅笔告诉写哪，非常有耐心的，就是要先做到一个同理心上，就是情感上的共鸣。我其实刚刚听你说完刚刚那个故事，我觉得特别生动。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司法题材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法律援助是不是真的能够需要去帮助的这样一群人。那我们这部剧的初衷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希望真的能够通过这一部《荆棘花开》来学到一些什么。对，是的，是的。你有在这个表演上的打算吗？自己是怎么去进行这样角色的塑造的？其实这个角色在这个剧本中，他是有他的成长的。他最初是可能青涩的，我去找到人谈，人家不认你，之后经历挫折之后，我再真的去深入的调查，去了解，得到真相，他化解下来，他就是一个人，活生生。你想把他养成一个活灵活现的，就演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对，他会更生活一些，更愿意去找一种，我觉得我是想找一些类似于生活中我看到的那个工作人员一样，认真的去倾听，就真的想去帮助他的这个状态，不是要一个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有成长性在的吧。而且这样的成长性其实可以帮助观众更好的进入到角色中，更好的一起和你在角色中进行互动。对，就是更真一点吧。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确实会有一点使命感在。我自己本人也能够更真实的，更落地的去走这个路线，而不是要假大空吧，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有意义。你觉得你这个演的这个角色特别正义？演这个人物，我也在想，一定要真，不能符号化。你刚刚提了好几次你们去实地的采风，包括我们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还有我们主创人员都有去。对，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实景拍摄，这个流程是符合现在我们对于精品化短剧这样的一个期待的。那你觉得什么是精品化短剧？以你现在演了如此多短剧来看。其实我如果短剧这个拍摄，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差不多1年的时间，其实也在见证着这个短剧的逐步的一个精品化。最开始没那么多经验，一个新的一个拍摄手法也好，拍摄节奏剧本，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那现在更加精品化，我觉得是人物上，我觉得它是更扎实的，它是一个更人的一个情感，不是讲一个表面的霸总啊，表面的爱情故事啊，我给你3000万啊这种。现在会走一些走新的，就是我们确实这个情感是细腻的。像我们这个可能也是题材很特殊嘛，这个法律援助关注这个家庭暴力啊、女性关爱和未成年人保护这方面嘛，就是它会更真。像我们这次也是，就是你真的走到那个环境，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那些受困难的那些人群，他们是什么样的，就是要更真。我们整个剧好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是精品化？因为我们整体的案源都是真实的案源，对，它同时是有着完全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不再拘泥于以前可能大家对于短剧的那种刻板印象的理解，就是爽感，我要的是不断的反转，而现在把它当成一种格式，一种形式，一种戏剧表达的形式。像我们这样当然会生产出一个精品化的短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和一个拍摄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家更用心的去做一个内容嘛，所以它自然就精品了。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对自己有啥规划吗？那我觉得我们定的原则还是接好的项目，好的本子，就是很简单，无论是竖屏横屏还是长剧短剧都一样，就是好角色好本子
给到大家，不让大家失望嘛，尽量。那如果说现在让你用一段话来向所有喜欢你的观众来推荐这一部剧的话，你会怎么说？希望我们这一部戏是以一个真情实感、一个真的一个把握之后，在一个非常夯实的一个法律基础之上，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有温度的法律援助的样子，让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戏知道我们可以用法律援助帮助到自己，之后能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影响。现在就是要给主演去做定妆了。来，欣欣，准备啊。OOTD 展示。其实一部剧在正式的开机之前呢，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除了剧本创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演员的定妆和造型，它决定了演员的角色在剧中是怎样呈现的。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荆棘花开的剧组，我们来探班，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定妆和造型的。哎呦，这是已经造型完了的2位老师是吧？您好。哎，你好。您好，老师，怎么称呼您？我姓冯。冯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剧组是怎么做定妆和造型的。旁边是我们的导演。导演先找一些合适这些演员的衣服，先大量的找。然后我们制片组呢就把这些衣服全搞来。你看，我们做每一件衣服都是新的。我们主要是为了合适，稍微花点钱是值得的。演员身上穿着也舒服啊。你们知道，有些短剧剧组，你们看着他演戏，实际上他是忍受这个衣服的臭味的。像我们这个每一个都是新的。大概有多少件？这得有个5、60件吧。50件。对，但是这些衣服不是全都用啊，它只是全都先找来。因为比如说这件衣服配这个裙子吧，看合不合适呢？如果不合适呢，我们再去配另一个。然后为什么我们这有这个定妆环节？我给带你们来看这个。我们定妆环节就是我们导演会坐在这里啊，看，比如说一件衣服配一个裤子合不合适？如果合适呢，就定下来；如果不合适呢，还得再去换。所以要一套一套的定。大概每个演员会做多少套造型？那要根据这个演员这个角色他这个场数，然后需要多少套，我们去做多少套。很麻烦的，一般一个演员你最少一部戏得个5到6套服装。5到6套。对，这每个衣服都得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现在就是要给主演去做定妆了。对对，你看，比如说现在这是我们导演帮他挑了一套，单挑不行，还得说我们坐这儿看看上镜到底好不好。如果不合适的话，还得换。你看我们导演再给他亲自挑鞋，这里都是我们的鞋嘛，看哪个合适，哪个配的合适。要我说就觉得挺好看，上下都配的，符合他在剧里面法院律师的这么一个角色。对，比较素雅。来，欣欣，准备啊。来，你看。这里拍完了，这里马上出来。看，导演在这里可以看，你看上不上镜？这身真利索，非常的好。来，欣欣正面来看啊。它有点像那个网上现在流行那个 OOTD 展示4面展示。对，它这张照是这样，需要4面展示。对。侧身一点。我都给那个妆造部门让他有个记录，手上来点动作。妆造部门知道前面后面头发妆是什么样，每天要别。所以说这个照片就是后面我们正式开始拍摄的时候，妆造老师就拿着这个去做定妆，每一期都必须一样。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记录，然后我们有一个记录给全组的人看，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定下来的每个人的每一套衣服，我们都会有一个表，就是每一场戏每个演员怎么搭配，穿什么跟环境怎么来搭，怎么融合，都会有个表先列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定完妆，就得把这个表全部做出来，明天给到大家，各部门就不能错。能不能给我们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女主有没有特别惊艳的造型？郭雨欣穿什么都很惊艳，但是我们这回还是要让她不是，还是要展现我们跟角色要贴近一些。对，但是他的生活中就没有这个时间去打扮的，就是特别的精细，可能就以便捷、方便为主，就干净、立整之后合场合就可以。趁女主换衣服，我们来看一看，男主已经做好造型了，是吗？还在弄头发。他在剧里面演的是刑警队长。那你觉得这个角色你怎么理解他在服装和造型上的定位？比较朴素嘛，为人民服务就是很正直，跟方圆是同学嘛，一个老搭档。所以我里面会给他配一个白的 T 恤衫。好，那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到这儿了。这是为大家呈现的整体荆棘花开剧组的定妆环节，到底这部剧最后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一部戏能否给观众一个好的视觉体验，离不开美术班底的工作哈。那我们这一部《荆棘花开》呢，也特意请到了我们爆款长剧《陈情令》的执行美术周老师来做我们的美术指导。先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周老师。
哎，你好。您好，周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为什么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去进行拍摄？我们是在桐乡的一个叫石门镇的地方。这几天跟着剧组一路走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处处都是景，就是有一种怎么拍都能好看的那种感觉。对，它就是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的那种感觉，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从剧本的角度出发呢，选择这种古镇是有原因的。就是当时呢，看着这个巷子的时候呢，第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是因为根据剧本里小爱的这种经历和故事，它需要有这么一个逻辑性的关系位置。我希望给它一个稍微逼仄的一个小巷，给它一点点压迫感。这个小院儿，当时你选到它的时候，它是闲置的吗？空闲的吗？对，它是闲置的，它是完全空置的一个状态的。你看它这还开着蔷薇花，这是野生的吧？这个蔷薇花是我们做的。是你们做的？对对对，这个是假的。哇，这是美术老师的功底啊！我这不是托，我来了以后真的以为就是它这个藤蔓上爬满了蔷薇花，因为刚刚你又说这个小院是闲置的嘛，对，所以我以为它是野生的。哦，是你们专门做的呀？对，这个院子选完之后呢，我根据剧本剧情理解和导演商量，为什么一定要给它一个铁门？为什么一定要让它透着外面的环境？为什么一定要一条长长的小巷？其实就是想给小爱一种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孤独感。在这个深深的巷子里，有一个牢笼束缚了这个老年人的思想，让他们不敢去借助法律的力量去帮助自己的孩子。所以说，这也是我想要的一个环境，也是我想要的一种感受。然后呢，我又不想把他们逼到一个绝境，因为毕竟故事当中的人物在最后他一定要走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院子里种了蔬菜，种了花，又种了藤蔓，就是希望给他一些绿色的希望，给他一些温暖。包括就是我想在镜头里展现一些关于牢笼啊、网的一些东西。那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剧，网呢，它是生活中的渔网，它也可以是法网恢恢，对吧？它也可以是牢笼，它也可以是束缚主人公的这种牢笼。所以说，我是希望多展现一些这些东西，包括在赵地的父母家，还有在赵地起禽守的那个家，其实我都希望出现一些渔网的东西。为什么摆了这么多药品在这里呢？其实老年人他生活是很拮据的，但是他唯一脱离不了的是自己的身体的衰老，他要不停的解决自己身体的病痛，他就要吃药。完了之后，这也是他们生活拮据的原因，对吧？也就是他们没有很多经济实力去解救自己的女儿的原因。我是希望设计要融入到环境当中，不能显得太突兀。这部剧又是一部写实的剧，我们就希望它能在写实的基础上添加更多的对人物的这种烘托，终归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是要找到生活的质感，生活的沉淀，对，这样才能更好的去烘托角色和人物。那我们的作用就是制造一个环境，让角色进来很贴切的进行演绎。